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因此9·2共识完全符合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So, because the ROC Constitution is a one China constitution, so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1992 consensus is complying with the ROC Constitution, meaning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belong to one China. So, this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 we follow. 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刚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公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吴刚好，大家好。好，那今天是端午佳节，那也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那的国内现在所有的讨论的重心，虽然郑丽文主席从美国已经回来了，蒋万安也从新加坡回来了，但是大家所有讨论的重点，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郑丽文主席这一次回来以后，到底见到了谁？所有这些成果或什么？因为包括郑丽文主席从礼拜三记者会一直到这2天，也都不断有释出一些的讯息，包括访美啦这些他看到的、听到的，然后还有国内是不是有很多根本不是真实的一些的传闻啦，或者这些。好，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这一段呢是。大家在讲郑丽文去的时候，为什么在美国讲了很多跟习近平有关系的东西？包括那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手，然后包括他讲到习近平，你们大家为什么笑呢？他私下讲的不是吗？我学理工的还是不知道怎么去握云朵。有中国人说他的形容词是叫低级红啊，高级黑，人家习近平是肩挑100斤，对不对？200斤，走直引入不换肩的人，手怎么会这么柔软呢？OK， 不过讲到这一段，让你看一下，那郑主席是怎么说的这一段，来。He's been very gentle and very nice and very real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me, and out of many people's expectation and surprised many people, he showed his true feeling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me and during the lunch with me. And he showed a tremendous goodwill and compared to the past. So I think he meant it. He really want to deal with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 peaceful means and avoid war. 等一下，你最自傲的是大学英文考多少？16分。OK， 好，理工男，那不管，那等一下发言都用英文，好不好？就你，我是前面都0分，只有作文16分。OK， 玩笑话。但是刚才郑丽文讲的那个内容，就讲到，因为你会发现，国外记者对大家对这个也有很感兴趣。还有一段，你们大家都说这个人，那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成绩？哎呀，那个成绩不高，不如预期啦，什么的，没有啊。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访美成果超乎预期。不能讲，他说连国务院都不知道，更何况你怎么会知道？基本上是这样子。首先你要看到刚刚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是用中评社出来的画面，那中评社一般来讲呢是坦白讲，那中南海还会觉得是比较友善的媒体，所以中评社特别截了这个画面，而截了这个画面，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前后，前面的时候。这个画面大概10几分钟，前面的时候郑丽文是用中文在讲，后面来到关键词习近平的时候，在讲到郑习会让他从此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人之后，他用的是英文，虽然他讲的英文那种 tempo 那种步调那种腔调跟我讲的差不多，可是还是比我好了，对不对？但是重点出来了，非常温和，非常友好，也非常真诚，而且英文让中评社又特别剪出来。然后剪出来，我们常常台湾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嘛。可是14亿的小粉红，如果看到这样的资讯，会不会觉得你看，连台湾最大在野党共产党的死敌国民党的主席，都说我们习总书记非常友好、非常温和，不想战争。所以其实这里面出来的意涵，也就是回来了。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的出访美国？整个状况会引起这么多的一个争论。可不可以问一下，他是出访美国吧？对。那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习近平这一块？
啊，不是在出访美国吗？这就是美国最后给他这种待遇，然后连都不知道，那不知道原因可能是不期然而遇，就像我们上工在那个立法院青岛东路和郑州街口的红绿灯口，突然有个立法委员新科勒看到之后，赶快过去上工，我好崇拜你，我跟你拍个照，可能是这样子。没有讲的这么夸张，好吗？上工有没有？不夸张。还有李议员那时候还在当立委的时候，带了2个新科立委，其中一个叫赖瑞龙，然后就介绍上一副说这是立法院的坏人，然后后面那2个呢，一个是李俊英，一个是赖瑞龙，这2个就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以为这2个就说坏人好，他早就知道他是坏人了。OK， 没有，他们当助理就知道我是坏人了。OK， 但是我们刚讲那些场景，行政院也都不知道，因为叫不期然而遇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了郑义文这次的出访，其实我给他下的是很重的状况，美国已经认定无可救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先前很多人讲说他这次去美国，对不对？然后他受到了一些民主党的领袖不见他，然后国安会最后好像也没进去，有没有取消？有没有取消？对不对？当然他的各有各的说法嘛。然后 AIT 见到的是科员嘛，响应那个萧旭晨讲的，鼓励颜只是科长嘛，对不对？所以表达了对萧旭晨的尊敬。然后这里面都是也都你要看到美国会让他去，美国难道不知道军售之前的事情吗？之前都已经发生了，还让他去。这个在法院的时候就是什么？给你最后答辩的机会，就给你最后答辩机会。结果没想到郑丽文到了美国去之后，他如果真诚的，跟美国人说明一下，美国人至少理解嘛，至少听一听你最后的答辩嘛。就没想到你是到那边去帮习近平出口转内销，我用的是出口转内销哦，你用出口哦，对啊，出口转内销哦，在美国那边有人登门踏户。直接的打脸美国，直接的呛瞎美国，直接告诉你说习近平是多好的人，习近平的手像云朵一样，对不对？然后他里面其实第一岛链被他批评了，然后再过来这个另外一场会议里面，欧盟谋士，欧盟谋士，我们台湾人会 care 是什么？人员是不是来了？我们是不是主权丧失了？美国在乎什么？美国现在在乎的是非红供应链，然后非红在欧盟盟士里面，商品。让我们的台积电算谁的？台积电的晶片算谁的？你是直接的对抗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的科技战、商业战，所以你这些东西都是登门踏户。然后其实坦白讲，国际上我上次也讲过，就算是中国平常外交部啊、国台办开记者会的时候会酸一下美国，到现场去，杨洁篪敢讲这些吗？王毅敢讲这些吗？刘鹤敢讲这些吗？可是这些情况，你要回到中国人那些小粉红的情绪里面，那个是多么的脆弱。他们都用过马关条约，李鸿章讲过刘毅和王毅，刘鹤和王毅。那现在有一个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死敌，党主席在美国直接讲中国好棒棒，习近平好温柔，习近平好，这个叫做到美国去打脸。所以呢，美国最后呢，先前的时候就大概说来谈一谈，然后后面的结果呢？然后法官的心证已成嘛，无教化之可能，所以郑义文就受到这样处理。那但是无教化之可能，总是觉得说，你国民党真的就要这样子无足轻重了吗？然后一个民主政党不好，所以你看马上听说是很临时的就请了韩国瑜去了，然后韩国瑜就立刻去，然后就告诉你说棍棒已经打下去了，萝卜。也会有可能，你们国民党自己看着办。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包括你说从卢秀燕访美，然后郑丽文主席访美，接下来21号，那韩国院长要到美国去访问，不知道蒋万安什么时候要到美国去访问，大家都在讲说，对国人都很清楚啦，每一次在总统大选以前，那大概都会到美国去跟美国那边聊一聊，那理解一下你的两岸之间的一个看法，或美中之间的关系，美台之间，然后所有这些，那有人说叫面试，但不管。郑丽文这次去有没有这样一些的味道？那去了以后回来到底会怎么样？在传出韩国瑜院长21号要访美以前呢，那郑丽文在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丢出来这个他的成果是连国务院都不知道。你看这是文字，让你听听看郑丽文主席怎么说的。来，还是远远超乎我的预期。快要吐穿天花板。对啊，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讲嘛，连他们国务院都不知道。真的吗？当然了。
哎呀，我讲话是绝对有根据的，我已经很保守了，但是没有关系，不能讲就是不能讲。这一行去的确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效果比我原本所预期的要好太多了。在我去之前，就有人全面的在游说跟阻挡国会议员见我。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头，我们还是见了9位，然后再加上后来1位的通话，总共10位的参议员加上这个众议员。不是说你要参选，考虑参选2028吗？没有啦，我是党主席嘛，所以每个人都说，不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往外跑啊，国内选举很重要。我要补充一下，因为理工男显然对数字，所以台湾最近这几个月都在狂热股票嘛。然后呢，美国国会议员有535位，然后所以他见到9位，然后有1位通了话，然后不管是怎么见到的，对不对？比例是1.8%。所以他见到9位，然后有1位通了话，然后不管是怎么见到的，对不对？比例是1.8%，比我们定存的利率都不划算。对，所以大家都在讨论9位还是10位，我就问这9位跟10位，但是都比定存利率不划算，像金黄绝对没有看在眼里的，对不对？对，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纠结在9个、10个那个创下那个数字比例算起来。其实9个跟10个没有差到太多，但关键是低于1.7%和1.8%，但低于定存，都低于 OK。可是如果这样看起来，但不管呢，不是，你们大家都太浅了，你们看到的都是表面那些。秦皇，有没有看到郑丽文主席刚刚那个应该是正式采访以前、正式访问以前，跟浅秋大家再聊一下吧？有没有？就像他讲那个云朵的那个手，那也是私下聊的啊。他也是在开始以前讲啊，对啊，这对。成果超出预期，连国务院都不知道，听到没？如果他要讲说连国务院都不知道超乎预期，因为昨天我在看这个郑丽文主席的记者会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超乎预期，收获满满。超乎预期，收获满满。听到这几个字我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很像以前看到那个华为啦。华为每次他们的这个 CEO 余承东出来的时候，最喜欢说自己家的产品遥遥领先啦。他每次讲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讲到后来呢，还把它去注册成为商标啦。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即便我的东西没有遥遥领先，晶片做的也没有台积电遥遥领先，但是我因为讲自己遥遥领先，我就是遥遥领先所以郑丽文在讲这个收获满满、超乎预期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他到哪里收获满满、超乎预期啦。好，直到今天看到他讲说这个在这个连美国国务院都不知道，那我这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那应该是在中国那边呢，他得到的收获可能是超乎预期跟遥遥领先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次郑丽文整个出访的过程从出访到现在，从争议的言行一直到现在，国际媒体呢已经给了他许多的报道了。你知道郑丽文主席昨天回来的时候呢，他也不承认自己这一次出访的时候是被降格他的讲法不是这样子那即便外媒在讲说他就是受到白宫的冷淡，他也说他都是见到该见到的人了，他都看到了所以他没有觉得自己被降格。好，那我们来看过去国际媒体怎么看的啦，就是光是从他这一张所谓的争议言行表的部分呢，跟过去的国民党党主席就不一样，这已经是创先例了。为什么创先例？来，第一个，我相信郑丽文是第一个国民党党主席在访美的时候呢，见到最多跟中国有统战人士相关的人这一点过去的朱立伦也好啦，或者像马英九也好，我相信他们都没有碰到这么多。所以你看光是郑丽文赴美访问一趟，在波士顿的乔宴上跟中共统战人士余国良同桌合影然后呢，跟这个到纽约乔宴，又跟纽约中国合统促进会的会长焦胜安同场，然后呢，又跟美国安全系统监控的对象啦，曾经带头举5星旗去抗议蔡英文总统访美的中国福建同乡会会长陈恒同桌合照。那你知道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中国呢，他的广义的这些都是属于统战系统的人员。国民党党主席出访有跟这么多的统战人士，然后同桌合照。郑丽文大概是呢空前有没有绝后不知道，但绝对是空前的啦，所以他这已经是创纪录了。然后第二个，在访美的时候呢，这个特别去提到中国的国家主席，而且说他是对台湾有感情有善意的，没有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党主席，这个也是空前因为国民党历任党主席绝对没有人在访美的时候这样子讲话的啦。所以对美国来讲，我问你啦，你如果是美国的智库跟美国的政治人物，看到郑丽文这些表现，一个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个跟美国之间历史也算往来会有这么悠久了。来美国称赞习近平，来美国跟中国统战人士同桌合照这么多次，那我请问你在释放的消息还不够明确吗？美方一定已经得到一个盖棺论定的印象在里面了啦。对，因为他的印象实在太明确了啦，所以我们用 BBC 的报道呢，给大家看哦。你看现在从 BBC 到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报纸，然后到这个美国的报纸，几乎大家都在讨论几件事情。第一个，郑丽文的会面有没有被降格？因为他自己不承认。我给你看哦 ，BBC 的标题在讨论，就真的很认真的跟你讨论他有没有被降格。它里面就列这个朱立伦访美。媒体拍摄到他进去到这个国务院跟国安会所在的艾森豪行政大楼，2015年的时候啦。但是美国的媒体就报道说他见了副国务卿布林肯。请问美国的媒体报道朱立伦见了布林肯，那是谁跟美国的媒体讲的？这一定是美国政府同意，甚至是布林肯他们放出来的消息嘛。然后2022年朱立伦访美的时候呢，这个新闻也被做出来。2026年3月卢秀燕访美的时候呢，到这个 AIT 在华盛顿的总部，然后由执行理事蓝英出面接待，媒体也拍到，然后也让他的消息出来。那这都是美国政府同意的嘛？那请问郑丽文有哪一件事情是美国政府同意让你照片可以露出来吗？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连官员的名字都没有。可是这些国民党历次去访美的人名字都是有出来的，所以 BBC 的结论很简单，你就是被降格了。那你被降格了，原因是什么 ？BBC 还做了一个原因去讨论讨论他为什么被冷落。他讲的更直接 ，BBC 讲了3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以前的国民党啦，就扮演的因为国民党最爱讲的就是什么，就亲美友日和中。意思就是你好像讲的自己像是个杠杆的角色，又亲美又友日又和中。那你现在看起来呢，亲美跟友日这一端感觉你已经丢掉了嘛？你现在只要中国而已啊。所以呢，这一篇 BBC 的报道在分析的时候，分析的第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国民党本来是作为中间人的角色，但现在不是。你太侧重一方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另一方的信任，所以你已经失去中间人的角色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说郑丽文表示自己跟中国的关系越好，可是你跟中国的关系越好，你面对美国筹码就越少嘛，美国对你的需求就越少嘛，再加上你一直挡台湾的国防预算，所以美方对你的疑虑当然就会很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一篇 BBC 的报道讲得更直接。他说，如果你郑丽文的政治立场只代表北京你弄得自己像是习近平的代言人跟代理人的话，那美国直接跟中方沟通见面就好了啊。美方为什么需要郑丽文呢？那郑丽文在美国眼里的价值，你就大为的缩水了嘛。所以他说，这个再加上你在美国期间，这个跟具有中国统战色彩的人物呢，见面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多啊？所以美方对你的疑虑当然增加。我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让我的高阶行政官员去跟你见面，否则你回去拿去大做文章，那还得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从国际媒体的分析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说，他们对于郑丽文呢，很明显的就是已经给他打上了一个他是北京的人，他是中国的人。所以那个福斯新闻网的主持人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问题来了昨天郑丽文主席回来的时候，记者会上还在告诉大家什么呢？记者会上还在告诉大家说，这个他要让美方的朋友多认识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多认识郑丽文的和平主张是什么，多认识国民党为和平要做到的贡献是什么。这郑丽文讲的话，记者会上说的话。可是你知道这个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你总不能说这个是这个欧美的媒体的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海峡时报》直接找美国这几个智库，问他们说：你听完了这个郑丽文的讲话，你觉得国民党的和平论述有说服力吗？你觉得国民党的安全论述是有用的吗？那你看这里面因为事前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古立文有讲到郑丽文到美国来是要对美国这些智库去示意OK， 好，那里面怎么说？里面第一个提到说，白宫国安会的前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跟许多位的智库专家都说，华府认为郑丽文太靠拢北京的立场很感冒了，认为他就处于被中共利用的状态。只讲得很直白，被利用。华府认为郑丽文太靠拢北京的立场很感冒了，认为他就处于被中共利用的状态。只讲得很直白，被利用。那然后呢，这个欧亚集团跟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这两边呢，都认为说，这个郑丽文
跟国民党没有清晰的国防论述，他的和平论述啦，不管他去扯乌克兰还是扯什么，在华府的眼中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对于保护你自己，你不可能只凭一套话术哈，尤其在跟习近平之间的话术就能够保障台湾的和平，这在这些智库的眼中，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智库呢，跟这些国际媒体，大家都讲得很直接呢。所以郑丽文在这一场访美的过程里面，美方对他的形象已经大致上定调成为他就是属于北京的代言人了。然后所以最后只讲这件有趣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郑丽文前面我们在笑说这个他回台湾的时候，称赞习近平手柔软的像朵云朵的时候，前面我不是说这个是低级红，红就是为了称赞你叫红啊。那个黑是要酸你，对啊，所以呢，郑丽文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感觉要捧习近平的嘛，所以称赞他手很柔软啊，柔软的像云朵一样啊，又大又柔软的手像云朵一样啊。那可是你知道，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我觉得他不会高兴这样被你这样称呼啦。你知道习近平在对自我的造神宣传怎么说的吗？第一个提到习近平当年知青下乡，因为毛泽东的关系，知青下乡的时候。1969年到1975年7年上山下乡的时间，他的日子在过什么？你知道吗？挑粪啦，拉大煤啦，然后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呐。然后后面我们台湾这边有个健身的网红的一个 YouTuber 呢，就想说习近平既然讲，他就试试看，他真的扛了200斤的麦子。结果他扛了之后呢，他们走200公尺就累得走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无法想象实际习近平要怎么走10里山路不换肩呐。好，那表示习近平当时假设他真的做得到的话，表示习近平的这个跟超人一样有超人的体魄。但就算有超人的体魄，请问挑大粪、拉大煤，在这个下乡里面他们去挑粪，这个除了去这个种肥之外，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当地还要修一口沼气田，用沼气发电那请问这一些7年的时间，要怎么把手变得很柔软的像云朵啦？这个除非习近平后面去经过手部的去角质跟换肤的手术做了很多，否则你无法理解习近平的手为什么经过了挑大粪拉煤的农村劳动之后，就医美了。易夫哥的手，这就是属于比较柔软的手了。说这个柔软比较可以啦。说习近平的手是柔软的手，请问一下，郑丽文讲出来这句话有说服力吗？若芳。因为你是这里面唯一女孩子，简单问一下，刚讲那个手如果去角质或什么，能够变得比较柔软这些吗？会。真的所以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做。为什么要去角质呢？因为我们的人会有代谢，然后会有那个硬皮，有没有？其实真的会变柔软。但如果真的是你长期真的都有很多茧的时候，像你挑大粪啊、斑眉啊这些，它已经长茧，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啦。OK， 好，那总是让大家知道一些医美的一些情形。但小平听到刚刚那样讲，好，第一个，国民党历任党主席，刚才青黄讲，在访美期间，没有人做过那些事，包括跟很多具统战色彩的一些人不管是拍照啦、同桌类似这些，是吗？对郑丽文来讲的话，为什么不会避讳这一段？第二个，如果讲到以前国民党党主席出访，我记得上次在节目里面问过，我喜欢在节目里面有很多资深媒体人，因为各位知道，所有这些老屁股经历过太多事，要问他们从盘古开天都可以问起。我记得上次有问，有哪一任国民党党主席出访坐过私人飞机？没有嘛？我记得上次大家说没有，但郑丽文也不避讳这件事。你会发现，政治人物如果要在攀大位的时候，大家都很在乎这些事。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的新闻？蒋万安去新加坡回来以后，在机场，在那个行李转盘，自己等着拿行李。你不要告诉我他没有旁边所有的人会帮忙可以去拿，一定都有嘛。但是一定要自己去拿行李，这是很重要的公关好，柯文哲那个时候出国的时候说什么只坐经济舱，但是坐在地上充电那个坐在柱子边充电。对，但是郑丽文坐私人飞机，他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国民党党主席以前也没有人做过，然后包括刚刚他讲说他去的这一趟，然后就成果超乎预期，连国务院都不知道。各位请问一下，国务院不知道，那意思是到底哪些单位？国务院不知道，国务院是外交系统啊。
对，美国国务院不知道，中国国务院可能知道了。没有，国务院不知道的意思，也就等于不怎么重要。CIA 很重要的话，国务院一定想尽办法知道嘛。CIA 属于国务院OK， 那小平为什么会这样？我先帮我们郑丽文主席跟习近平平反一下。来啊，你也要帮习近平平反？那个手哈，柔软像。你说手是怎么样？我讲所谓的不可逆，好不好？就一种情况不可逆，挑美啊、挑大份都可逆，只要保养。有一种，就你注意看那个玫瑰花的花店老板娘，因为她不是要刷那个刺嘛，那个是没有植栽避不掉，他们的剪就是没有办法，连医美各种方式都。你怎么这么清楚花店老板娘？不是为什么花店是老板娘，不是老板？或店员嘛，就常常会用那个刺，会因为他刺到，你知道那个没有办法回复啊，而且啊。他是有教夫肩，习近平，这里可能肿起来，对不对？有可能手我觉得未必啦，所以你们就不要冤枉我们主席哈。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要不要选总统？他要啊，是不是？要选总统。可是要选总统，为什么刚刚讲的这些事情，他不会刻意要避讳一下，或是说要做什么样的修饰？不管你讨厌或喜欢这个郑丽文，他就是一个极度自然的人。他如果装，他就不叫郑丽文，好不好？好，郑丽文的出身是民进党，对不对？那后来这个后来就拿出来了。那不，我想性格的养成嘛。那你会觉得蒋万安比较乖，那就建制派，那不一样啊。要更精准一点，郑丽文的出身是新潮流。对，更精准一点。你不要忘了，这边有一个民进党的。等一下告诉你，民进党出身是怎么回事？后来当然就理念不合就离开了。对，那受到连战的开始重用嘛。连战为什么要用他？那马英九后来也跟他也没有说多远。那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可以打败郝龙斌当选主席？因为他这一套他成功了嘛，到目前为止嘛。你说他自然而接地气，自然而战狼嘛。他就这，你看他就这样子嘛。那你看谁想到他可以大赢郝龙斌，还可以单独过半呢？赢郝龙斌2-3万票党员，所以他目前哦到了党主席这个战役啊。他是赢的嘛，他干嘛要改？你是郑丽文，你也不会改。我们要从郑丽文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客观，不要从我们评论的角度。可是你刚刚讲是说他有想要进驻大位，会。你在国民党党主席，你说战狼用这样一些方式，也许在国民党里面 OK， 但是这些方式如果要去进驻大位，对国民党来讲，上攻不要讲，等一下上攻还会跟你讲，他甚或觉得国民党的人会担心说，如果真的像立委要去选2028的，都会担心，千万不要让郑丽文去碰2028。上攻讲，等一下上攻也讲给你听。清华刚刚有讲那个民调，他打的是叫和平的主义实践者，对不对？对，两岸对吧？我们郑主席希望两岸和平。请问你，他跟习近平见面那一刻，美丽岛每个月有做这个新年度的调查，他是30几他以前是20几，那23冲到31，现在又跌回来23嘛，那郑丽文思考说，为什么冲上去，为什么又跌回来？再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谁选总统？蒋万不会选总统了，2028了。你确定？不会，我觉得不会。选就算你说赢20万票也不行，也不行，那就是害他嘛。就因为前面几次爱之是属于害之，好不好？不要。那你前面不是害他吗？没有，我是说60几趴他就一定选吗？我是说2032或2036，我有讲前提。第一个前提，2026要大赢20万以上，但是2028还是不能选。这个20万只是为了未来2032或2036。他赢20万票以上。他就是嫡长子太子爷了嘛。这个20万只是为了未来2032或2036。他赢20万票以上，他就是嫡长子太子爷了嘛，对吧？就储君嘛，这个还是够清楚了吧？如果没有赢20万就不好选，我在你节目也是这样说。然后谁选大家关心嘛？就是我觉得啊，我们错失了一个天大的机会了。什么机会？请问你那个我们模拟啊，最近风传媒做个民调，那个总统的民调，那赖清德37%，卢秀燕31%，然后柯文哲7%，就蓝白加起来跟绿一样大。好，那这个然后。那如果那个时候是32-0，就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少犯错，而希望敌人多犯错。请问你赖清德声望最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听从柯总召跟这个曹正奭的谗言，32-0，一个都没罢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相信卢秀燕去做，如果代表蓝白做民调，会赢10%以上，你信不信？好，那现在
就变成蓝白加起来只是平手。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干嘛？我们先要累积实力啊。当初这个夷陵之战，70万大军刘备去打，那百历城败了以后呢，死在百历城，然后回到蜀里面，是不是重新要叫 K 刚、李严跟那个何解跟那个诸葛亮，开始要屯田啊、养兵啊？所以你觉得你们经历过了夷陵之战？你们被火烧连营，然后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现在形势一把火是哪把火？一把火就是陆续那把火嘛。对，好，我这样讲，本来我们哦那个32-0，然后那个时候罢免失败，我们像不像刘备有70-80万大军，像不像？然后去讨东吴。如果把比喻民进党是东吴的话，对不对？那可是你打也可以。可是不愿意带诸葛亮去嘛？诸葛亮如果去的话，就不会被一把火烧光嘛，对不对？好，那既然逝者已矣，我们在军购上的你知道的阻挠或是3000、3800折损很多，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觉得那个军购过程对国民党这么伤啊？32-0，我们就那是一件事。就换句话说，我们要和中也要亲美嘛，对不对？日本先不谈它哈，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该监督也很顺的，8-9千亿立刻给你。那32-0之后，我们谦卑的面对人民，一步一脚印，那这样，我认为是维持一个基本的5%以上的优势，在蓝白跟绿的总和上。可是我再讲过一句话，叫逝者已矣过去了。从今天开始，真的要贯彻和中亲美的这样的方向。这个外交上，然后这个美中台上面能够比较主流民意，再拉回来，那今天他又占了一个便宜，股票又4-5万点，大家口袋都有钱，你知道吗？这是就他的经济选民有些动摇，经济蓝的选民，然后接下来他会不会又把那个所谓的房贷啊这种放宽，然后又核能发电了，又可能废掉了台独党纲，不是冻结废掉了，所以别人都在做这个事，我们都要想到别人做这个事还在做加分的事，我们要做更多加分的事，才有抗衡的余地嘛。人家都在做加分的事，对，那你觉得你们主席是在做加分还是减分的事？我们主席当然认为他自己的做事是加分的事嘛。你觉得他加分还是减分？他认为他自己绝对是在加分。你认为呢？我认为啊，你们问我就不准了。我是中华民国派，我是比较亲美的，我是赞成9000亿的预算的。那有些比较赞同他嘛，那我就小平，我不要这样问，我应该这样问。那你觉得对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来说，郑主席的这些主张，到美国讲的这些，或他所做的这些主张，对国民党未来选战是加分还是减分？不是你，是一般民众。我们就看民调嘛。信任度越高，郑主席的做民调，信任度越高就越加分，信任度低就是扣分嘛，就这么简单嘛。OK， 好，就是刚才看到那如果信任度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如果看起来，来若芳两个，第一个刚刚讲，因为郑文主席是民进党出身。所以那个作风是跟民进党一贯的作风是一样的吗？第二个，这次的过程当中，民进党也提出了非常多一些批评，包括什么习义制啊，就你干嘛习近平讲的话你都拿去，然后当然你说像陆委会那邱志伟他们也有讲说，是因为你太把习近平的一些话拿来当做你叙事的一些的主要一些内容，这个是你们觉得郑丽文在这次去访美会造成最大一些争议的原因吗？我觉得应该首先先讲说，郑丽文主席之前是民进党的，那不要说现在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因为在民进党养成，没有，他就是因为跟民进党核心理念价值不同，所以离开了。所以他跟国民党的一些可能行为啊、核心理论啊这些共同的思想比较近，所以斗在一起了。所以不要说这个这是跟我们一样然后或是都是怪民进党，还是说这都是民进党派去的卧底我觉得差太多了那但是我觉得郑丽文主席这一次去，他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我觉得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我觉得也超乎大家预期。我觉得我们都被限制住了。对，因为第一个他做了以前国民党完全不敢做的，因为我们被政治限制，我们都觉得去了美国应该就是安排流程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ABC， 他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我相信小平哥应该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坐私人飞机，也没有想过他见的这些人是主席历任以来有史最低的。然后甚至呢，他所有接见或者他遇到的这些统战人士，也是历年来历届主席有史以来最多的。我相信这是国民党
自己也没有想象到的，这也是我们一般在台湾民众或者是在政治圈或是媒体圈，大家也都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好，第二个，你去到了美国之后，对我们台湾来讲，你是代表在野党最大主席出去，应该讲的是什么？讲的台湾的理论，讲的台湾人民的心声。但是这不是我们贴他红标签哦，光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有讲说，郑丽文是带着中共的言论过去的，就标就已经下成这样了，这不是我们讲的，而且也证实了他去美国所讲的言论都是帮习近平洗白，然后甚至在帮习近平讲话，甚至夸奖习近平的手软得像云朵一样。其实我自己虽然是女生，但我也从来没有摸过像云朵般的手，我觉得很难想象。好，第三个，我觉得他想要塑造一个，就是他能够跟中共沟通，也可以跟美国沟通，结果殊不知。他现在连美国只能见到科员，然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跟美国沟通了嘛。所以我觉得他这趟去了什么？我觉得去了个寂寞，觉得去了个寂寞。因为《自由时报》讲的啊，这郑丽文自己讲啊，他该见的都见了，该讲的都讲了。《自由时报》的记者也讲了，就是其实意思就是没想见的人没见到，想讲的话完全没讲到，甚至有议员接见他，但是是要骂他，是要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党军购？对于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上面，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讲，你说再来韩国瑜要去，那这个卢秀燕已经去回来了，那蒋万安再去，这些都是他们未来，因为毕竟国民党还是百年党，在台湾还是一样会有这个政党存在。那美国继续还是会交涉，他可能在这一次他就放弃，我不跟郑丽文沟通了，因为你就表明了，他就是这个小平哥所讲的毫不做作，对他比国民党一般的这个其他过去历任主席来讲，他对中的言论就是，我表明我就是跟中共，很好，我就是觉得要和平统一。我表明我就是跟中共，很好，我就是觉得要和平统一。那其他过去朱立伦可能想讲不敢讲，都用其他的方式来做，那他就直接表明，那美国就不愿意再跟他沟通。那后面会不会未来可能有机会像韩国瑜，大家都说他是不是未来还会来选总统，这个跃跃欲试啊？那卢秀燕啊，甚至蒋万安之后也讲到说他可能会选总统嘛？那改跟他们做一个联系，看国民党其他未来的可能想要参选总统的人路线是不是一样？这是要确保啊，要不然怎么沟通？对，那要确保。那后面我也相信，韩国瑜见到的可能都会随便都会比这个郑丽文来得高啦，蒋万安也有可能。刚才若芳讲那个，大家会观察说21号那韩国瑜院长去了以后，到底层级见到什么样？因为跟庄瑞雄委员之间的对话看起来那个层级规格应该不会低，然后但是高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然后这2天媒体也出来，卢秀燕回来也没有告诉你他到底去哪，因为台美之间确实有那样一些的默契，但这2天出来讲说，卢秀燕她不声不响的，对，她也进了白宫，那这能够进到哪里？那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那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过程当中，请问一下现场的来宾，先问若芳，因为人家是直接点名，郑丽文直接说民进党慌了，乱了，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样面对郑丽文现象。我一直想要讨论一下，请问一下，什么叫郑丽文现象？你们为什么慌了乱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郑丽文现象？我觉得说我们慌了乱了，但其实你是说我们直接已经看到在全世界，包含美国对郑丽文的定向就是他是跟中共一样的，中共同志他的传话、他的代理人、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怎么会是慌了呢？我觉得该慌的应该是国民党，因为你看光这个傅声量，光柯志恩他在点名未来他想要找谁下去助选，他没有点到郑丽文，他完全没有点到郑丽文，甚至你去看高雄，因为我前阵去高雄，然后看到的这个柯志恩的看棒，他连国民党的党徽都没放上去，有，他的看棒连国民党的党徽都没有放上去，那就表示郑丽文对于柯志恩或县市首长，其实在这一波他当上任之后，他所有的言论、他的行为举止，
其实对国民党是伤的，可对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慌？我刚刚就讲说，其实当郑丽文上口，什么叫郑丽文现象？说话时好好讲，说话时都打不出来了。这个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想象空间甚大啊。反正人家自我感觉良好，自抬身价，然后自我幻想这么高，你们怎么可能会有方法对付他呢？错了，太浅。上公刚刚讲郑丽文现象的意思是这样，那上公对郑丽文来讲，他可以喊出郑丽文现象。而这所有的一切，刚刚讲到说，其实他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小平口中那是自然派，那他也没有刻意要做一些，但是那个不做的一些，会不会对国民党造成在选举上面造成另外一种的伤害？你甚或在媒体上也讲过，那如果要选立委的2028，如果是郑丽文挂帅，你想想看他们的想法。可是上公，你如果再换一个角度讲，对郑丽文来讲的话，他就是党主席啊。他党主席，他讲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换一个讲，会不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不是啊？就像小平刚才讲了，那总是那郑丽文讲出了他们的一些的心声，和平2个字，郑丽文光讲这2个字，会不会在很多地方就有卖点？我觉得基本上郑丽文讲和平有没有卖点，看区块啊，因为现阶段最简单的是。郑丽文讲的话，有多少人能相信？回到这一个问题，所以他讲和平，谁信？哪些人信？那你可能到深蓝的地区去讲和平，哇，大家很嗨。你跑到不信任的新北啦或什么去跟人家讲和平，人家不甩你。你刚刚讲的是，譬如说像郑丽文，当他在国外告诉你，习近平很真诚温柔，还有一个是什么？庄家，对台湾友善、温和、友好，也非常真诚。对。当他讲了这些以后，对很多台湾民众心里会不会就有问号？当你再把和平摆出来，大家会不会也在那个问号是那和平怎么来？很清楚一件事嘛，飞机有没有继续绕？有嘛？飞机有继续绕，然后2025年他们的类似像那个战略国防，包括他在美国提到说什么92更是2019年对啊，台湾同胞，习近平很委屈啊。我只想问一句话，里面有没有不承诺放弃武力？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那个40周年的里面有没有放弃武统？有没有不承诺放弃武力？有没有这句话？2025年国务院的国防战略新时代的那个国家安全那个白皮书里面有没有写不承诺放弃武力？有啊。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哇，习近平2019年被冤枉了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承诺放弃武力那一句话挑出来讲呢？你说大家怎么会去信任？台湾的人民会去相信习近平，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两岸必须相信习近平。所以选举最后一天造势，大家都知道不能让他上台。马英九吗？侯友宜吗？如果真的相信习近平，哇，绝对加分。侯友宜那一天为什么不让马英九上去？全部人都知道。这会死得很难看啊。那郑丽文现象，就是要让国民党死得很难看。第一个，第二个，他的网络声量，他不是最喜欢去网络吗？对啊，他上不上动不动去网络？你看他4月7号到10号，这个是在那个中国期间哈。他还有他的是94万则以上，94万则以上然后你看它的负面，红色那个是负面负面的17万只占0.186占所有的18.618.6但是好感度是10%啦0.10但是你看访美期间变成多少？47万7000则，腰斩腰斩负面占48.7%，你看它一下子负面拉多高，
然后那个正面评价0.1就11%了，其实跟附中的时候差不多，主要是那一个负面声量突然被拉到是将近5048.7的比例所以你说郑丽文现象，再看一下负面声量，来好。这叫郑丽文现象，你干嘛一定要小平看？没有给小平看一下嘛，哈。然后你看他，而且这个在大陆这个没意思，包括抹红，你看负面就用红色，你的然后他今天特别穿红色。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正面的事情都抹绿吗？正面声量抹绿吗？你看这个心机多重！你看那个他到那个中国的时候，最高一天可以到达22万则。他到那个中国的时候，最高一天可以到达22万则。一天在中国很高。那现在去美国一天，曾经最高只剩下45000则。你不管从则数，从负面的提升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郑丽文现阶段的讨厌度符合刚才那一份民调。然后选总统，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了。选总统19.4直接说算没掉了，选不上了。16.1告诉你说郑丽文选总统够格吗？条件好吗？不够格。然后有15.1认为郑丽文应该去中国选举，应该去中国选举，不应该留在台湾应该去选中国总统。然后11.5认为说，这个你们的好消息，11.5说郑丽文选赖清德会当选，确保赖清德当选，这个是好消息。然后10.9认为韩国瑜比较有机会，就选的时候韩国瑜比较有机会啦。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每次年轻人那个比较讨厌的9.5%说要拱郑丽文参选，因为不是因为要看笑话，人家有写要看笑话吗？有啊，你看倒数第2个是不是写出门拱郑丽文一定被看破的，拱郑丽文参选看笑话，有吗？有吗？这不是我掰的吗？都没有一个是正面的吗？有正面的，有唯一支持的嘛？有了，你要总要念一下，你要念我们支持他的，你要念一下。有。唯一支持郑丽文参选，有在这里，唯一支持9.5%，对，还要念啊，好要念哈，9.5%表示唯一支持郑丽文，好，但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回顾一下2016年的那一场选战，朱立伦参选那次，更早前面开始换柱，没换。前面换柱的想法是什么？总统大选会不会赢？看来不会赢了。不换了。后面为什么换柱？坚持要换柱，因为很多立委我不选了。洪秀柱要参选总统，我不选了。我不选，记不记得谢依凤他妈妈说不选张家俊不选。大家都跑的跑，逃的逃，都不想选了，因为谁？洪秀柱，为什么？因为洪秀柱亲中嘛，那时候是讲一中同表，一中同表嘛，全部人吓翻了嘛，后期是为了立委选举不得不换柱所以上峰，你的意思说，如果总统大选大不了就是输了。可是立委盘如果稳得住，那还在国会什么用？因为他是一起选的嘛。如果连立委选都不选，那就完蛋了。对啊，那一定完蛋嘛。郑丽文这次也会碰到这样吗？不会吗？这些要连任的立委会不会怕？你告诉他们说，郑丽文当母鸡选总统，带领你们这些小鸡立委选连任一起冲，
转过头来，小鸡全部都趴在那边了啦。你党主席都已经是负面了，你还2028嘞？你2028这些人还要不要活下去？尚公刚刚讲的这个立委这一块，会不会是整个盘在未来，包括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那个提名人会是谁？会不会很重要？都好，所以这个盘不是单一个总统盘，甚或连立委盘都被考量在那。但郑运文这次在出访的过程，有人换一个角度讲，他在侨界很成功吧？你看侨界很多，这个你们为什么要笑？他在侨界确实很成功，代表的是钞票，不是选票。哦，好，那就另外一个。而且侨界有华侨、中侨、台侨。好，这是也是大家讨论一块。我认识了福建同乡会。哦，福建好。那第一个选战打2票嘛，要选票。要钞票，钞票就是选战，你一定要有资源嘛，大家都知道嘛，那是正常选战，也都会是这样，所以都好。但你说他到侨界，确实啊，在侨界一开始就告诉你爆桌到有没有？后来不是拉到60几桌，后来每一个侨界都这样，但是不会演的。第一个也是在侨界，你说有一些演讲的场合，大家最近在争议的一些，不是有人提一些抗议的言论，结果后来被拉出去。郑运文在礼拜3的记者会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啦。所以这些的过程对他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郑运文告诉你一件事，他到侨界没有去募款，可是政党出访到侨界募款，这不是也很多人会做这些事吗？是啊，为什么郑运文会告诉你说他否认到侨界募款？我为什么要否认这些事情？那都可以请，有没有媒体上报道说，包括公关公司，然后帮你去在中间要去游说拉比一些跟一些人碰面，有没有这些？都已经这样了。那你就是要为什么就一定要否认我在侨界有募款？因为他真的没有募款啊，都是人家自动赞助的。哦，那叫赞助，那不叫募款是我开口嘛。哦，是，我还没开口你就给了赞助了。你说有多少人有机会坐那个私人飞机？那你像他从美国回来那一天走的是寰宇商务中心，去查了一下，寰宇商务中心，一个人的起跳是1万出头，然后刚才蒋万安在那个转盘那边等行李，对，你走寰宇商务中心的时候呢，是他直接用那个高尔夫球车载你到贵宾室休息，你就坐在那边喝咖啡休息，然后商务中心的人就会去这个行李转盘那边替你拿行李，拿好以后呢，送到你旁边，再用小车子再送你到你的座车，然后就直接出关。然后那个出关呢，也不需要像一般的人在大厅那个出关那边那个匝道那边排队，他是专人服务。郑运文有说他出钱吗？没有啊。你不晓得国民党党主席因为他不是就一个人哦，他还是一团。他们全部都走商务中心嘛，那个钱谁出的啊？有募款吗？没有啊，没有啊。但是有没有申请补助？有，550万嘛。好，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个钱本来就是切给政党的嘛。你说民主基金会的那个？当然啊，那你就是国民党爱怎么用怎么用嘛。那国民党用的好不好看？那才是国民党要承担的，不是郑丽文要承担的。那所以你回过头来看所有这个过程哦，就非常有趣。我一直在想啊。在今年政协会之前还有政协会会后，国民党在那一波的消毒跟对社会的解释，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因为民进党在那一件事情上面，得分没有太多。1.25兆讲说要监督什么的哈，一样，国民党有受点伤，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重。但到了美国这一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能我们大家会共同看哦，就是说，因为从政协会到1.25兆这样一路解释下来嘛，那照道理这次美国访问也可以解释成功啊，对不对？但是现在看起来很怪啊，那个气氛很怪啊。那个怪在哪里？就是说，尤其当那个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又温暖。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会私底下跟美方的人，因为这些不是国会议员，就是官方的人嘛，去讲说，我还为了这个事情特别问了一个算命师，而且他一定用英文讲嘛，这英文还可以啦，可以聊天聊到这种程度，但是美国人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这些消息怎么跑出来的？
美国人先走，什么叫算命师？对，我也让人跟他太太叫他南希，就是占星术啊。对啊。然后其实你回来看，今年国民党从头到尾，我会贯穿的因素就是郑丽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不管你相信他或者不相信他，他是一定到11月28号前后贯穿的一个因素。说郑丽文的故事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本来你不以为那个党主席很重要。但是，当一个名嘴变成一个政党的党主席之后，他又借了习近平，你才发现说那个位置真的还蛮有威力的。联动哈，他会联动几个，就会有人想问，那卢秀燕当时为什么放掉？如果不放掉，今天的国民党会怎么样？那同样的这一波下来，21号韩国瑜要出国，韩国瑜这次一定大加分。下一次如果韩国瑜如果有机会代表国民党，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也好，要讲韩国瑜亲中哦，会很难讲，会很不好讲。虽然那个1.25兆是打折的，但是21号，因为他是我们的立法院长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的规格本来就高了，再加上这一次美国人一定会做给大家看嘛。但是韩国的因素能不能解决？能不能克服郑丽文现象？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刚刚上公对于郑丽文现象的解读，你说就是自我什么？他自我感觉良好嘛，来生这样自我。你的郑丽文现象也是这样吗？我的郑丽文现象不是啊，不是啊，当然不是啊，我怎么可以跟你一样？是吗？一定要跟你不一样啊！好，请说。我们可以讲一下郑丽文现象。可以，当然，要讲完以后讲。郑丽文现象就是国民党党主席是个洗粉啊。就习近平粉，这是前所未有。洗粉我干嘛？洗粉啊，洗粉，你的心不啊？这是前所未有的哈。我不讲它好或不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你看到的。你就发现说那个党，我就跟你讲说，这个郑丽文现在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他让你知道说那个党主席真的很重要。这个党主席你以为他没有什么权利，结果你可以发现。做好不一定很容易，但是他如果要把你搞烂，这个位置好好用啊，所以我才会有朋友哈，我是比较偏国民党的一个朋友问我说，郑丽文是不是新潮流派来卧底？当然这个是玩笑话。好，那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郑丽文现象是对国民党来讲哈，要共同承担的。民进党一定是窃笑在心口难开，巴不得郑丽文一路到2028。民进党很困扰，怎么样面对郑丽文，发现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过去的所有选举的方式都不用用了，对不对？你错，你绝对错。我跟你讲，我一定吐槽你。民进党现在是难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要怎么样让郑丽文可以保到2028年？民进党现在是难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要怎么样让郑丽文可以保到2028年？因为一个郑丽文，你们的阴谋被人家揭穿了，没有，不是阳谋你们的阳谋被人家揭穿了。还记不记得之前汪世坚唯一支持郑丽文，唯一支持一样，支持到投票前一天。你看郑丽文多好用，尤其林俊宪如果来的时候，他一定这时候就是力保郑丽文。因为郑丽文对他现在你看阳谋嘛，一个总统好选嘛，第二个立委席次会扩大嘛，好，那剩下就你相不相信这个判断嘛，国民党相不相信嘛？所以郑丽文现在的最后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明明觉得它是一个危机，而且会是一个不断在扩大，是一个大危机，或者用一个解释，就是你看到国民党正在撞向一个冰山，那国民党怎么处理他的危机？还是他什么都没办法，就看着这个船直接撞上去。来，小平，我们听过历史上几个现象，胡志强选台中，他是外交部长下来，叫胡志强现象，听过对不对？马英九现象，马英九选台北市长很红嘛，好，然后呢也听过蔡英文现象，叫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赢了很多票等等，好，
郑丽文现象哈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现象是360度的这样，就是等于是票很多，然后细胞质的想法，可是细胞核的想法。郑丽文的内聚力强不强？支持他的不多，可支持他的强不强？很强，不然他主席不会过半。我跟你讲，好。我们的选举好不好选？2028我知道不好选，我们全部备齐了，该做的都做了，那个蓝白整合好，然后深蓝摆平，经济蓝支持台还愿意回头，即使股票4往前点，还愿意回头投国民党，那还是一个五五波的态势的。你们要先过2026，先不要撞山再说了。对啊，是小平。可是2026这2天媒体有一篇报道，有没有看到？说国民党有人觉得要不要痛一次？摆烂。所谓痛是叫摆烂。就是2026，因为不是人怎么会有这么矛盾的情绪？谁选举不想赢？一定都想赢。但是那篇报道的内容意思是说，有很多国民党人说痛一次吧，就是你如果2026不痛，那郑丽文就是稳坐江山。然后接下来2028，他就举着国民党的大旗，带着国民党打。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就依于湖底，那惨了。那你就2026痛一次吧，让这一次大败。大败以后才有郑丽文下台啊！对，那篇的报道是这样。小平，国民党真的有人会这样想吗？哪有人选举会想输的？有人这样想，可是我不这样想。我分析给你听为什么？请问你2000年阿扁是不是当选总统？说因为台北市长做得很好，满意度79%，还是被但还是输给马英九。对等等。然后我们那个王建清都在捡狗屎嘛，那年我也当选了14亿元嘛，对不对？因为那我们就是弃王保这个小鸡嘛，我们这些小鸡嘛的概念选到9个，好，那个叫陈水扁，而且那个叫李登辉操作下，那叫做分裂，老 K 分裂，连战1对1选，没冲水不选，或是连战不选冲水1对1，我保证那个阿扁连1/1000机会都没有当选，因为他那次也只拿了30几%。对，好，那回到国民党的属性跟那不一样，那又有我就孤影其名，又有媒体人分析说，哎呀。蒋万安要选2028有条捷径，就是他选输台北市长，他都有贵啊。蒋万安2026输，他可以选总统，我终于还没投凯给你，我跟你讲，那就表示全面溃败，那叫全面溃败的态势，那绝对不可以跟阿扁这种历史事件对比。你要把刚才那个在这时候讲，大家才懂。因为阿扁输的那一次，前提是他的满意度高达70%几，对，最高82%。对，他觉得他一路上已经做到这个样，怎么还结果没想到还选输？为什么？马英九是蓝营劝进了200多次，就差没有都跪在门口了。就是齐呼共主，请他出来。有6种事，最后对嘛？最后关头还有6种事，等会还要拉马英九的手，说新台湾人。对，我就跟你讲，我喜欢跟这些老屁股聊天，就是在这。你只要有个椅子，他们都会把当时的历史拿出来。前提是在那种情况下，当阿扁输了以后，所有的绿营的支持者，你可以想象那个悲愤的情绪，在落选那天狂呼在现场，狂呼选总统。1998落选，对，狂呼选总统以后，2000年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又碰到沙嘎都，就算那个时候如果只有1对1，你再怎么绿营在当时的氛围，你再怎么喊选总统，小平说的对，应该还是蓝营，不管连战或宋菊会当选。对，但是又碰到沙嘎都，所以陈水扁那一次是用30%几。赢了总统3936， 393623，然后宋楚瑜就差了3%多嘛，对，然后结果后来上，那一次前提是这样，如果这一次蒋万安他碰到沈伯洋出来的时候，各位知道蓝营的人是讲成什么样？那如果打这一仗，跟你已经感觉出来，跟当初阿扁那个跟马英九那个状况不同了。对，如果这样子还输，然后你告诉我。蒋万，然后接下来下面还选总统，他是输给沈伯洋，不是输给沈葆桢，你搞清楚。是沈伯洋拿42，蒋万安有个诉求是有机会的。我在你节目讲为什么？为了国民党的大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要让郑丽文下来，国民党输个什么脏话都不会，只有新北、台北输了，国民党的愤怒就会包围八德路。
所以他是为了要让这样子会讲家除名的，好不好？这样讲，万安帮我们处理了郑丽文，这个叫做救党，好不好？为了救党图存。这个水面二了太坏，这水面二了。不是，我继续讲，我在节目分析，不然你告诉我怎么救？怎么救？还是该赢的还是要赢，好不万安好？牺牲为党就来，我知道，我以前看电影，有一部电影是叫八道篓子还是叫有一个熊起老班长，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所以他一个人冲上去，抱着机关枪，然后让后面的人能够上去把那个碉堡。剑桥音乐传沈从辉也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刚刚讲，除非是这种状况，这什么状况啊？蒋万安如果输给沈伯洋，我们几乎可以从内政部把国民党解散了，好不好？不会啦，不会啦，真的永远不会。我认为他该努力的目标该开到58%，要赢58%。哦，好，那请问你58%，那是不是沈伯洋42%？你知道沈伯洋42%输是输，下一届再选市长还是沈伯洋？还是怎么样？那从此以后谁私人独憔悴，你知道吗？那叫王世坚啊，因为民进党第一人42%，就是沈伯洋天下的，没有王世坚的，这就是选举的正反面两边看嘛。沈伯42%，他都变成民进党第一人的沈伯洋，还要得50.1%，你叫我们通通去死，怎么可能嘛？来，盛峰，你刚刚讲要不然怎么救？所以你的前提也是在那个最对，新北一定要赢下来，好不好？新北对，刚刚有讲到重点啦，大家都讲说，如果国民党这一盘，不要说脏话，大家讲说万一，我很持平，国民党如果万一新北有失，跟民进党万一高雄有失，那个冲击性大概是差不多的道理。OK， 那现在打的，大家会各自评估两边各自的状况。新北，但是上攻的想法不一样。上攻你说干嘛等到新北，对不对？新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新北400万人口，国民党执政了21年，如果真的有事，因为主要是因为现在新北的民调也打到大概差不多，你说在误差范围啊，类似像这样。好，那除了这样，你告诉我，你刚刚问小平说，那国民党要不然怎么救？所以你的前提也是郑丽文千万不能去碰那。不，其实不要管新北了。如果说是大家担心他选2028，你脏话丢了，我都要你下台了，赶快巴不得赶快叫你下台了。可是国民党是有任期制的啊，他就是到2029年11月啊，他也没有罢免制啊，你们一定要逼吗？不是啊，全代会你们那个党代表大会要开了嘛，就7月嘛。对啊，就提个案嘛，增列主席罢免机制就好了。你这样会不会太针对性？不是针对性啊，因为每一次朱立伦时候开那个党代表大会也有这种声音啊，但没有啊，蒋万安很多人都有这种声音拿出来回党救党，对不对？然后蒋介石讲的，我跟你讲啊，你们那一套都不会有用啊。蒋万安啊，如果高雄、新北、台北都输了，我跟你讲，郑丽文他更有理由留下来。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救党啊！大家努力不够啊！你看，连新北、台北都倒了，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啊！不，台北如果都倒，那就不对。但问题是，对啊，怎么可能走到台北？蒋万安在台北市到目前，包括领先的幅度，包括所有那些，那不是说沈伯洋不好或他们的，但是因为也有时间的关系嘛。因为毕竟他只剩100多天，他要把整个翻上来，这是很持平的说。但是你要说蒋万不是蒋万，如果台北不要说新北调不调，新北调就对国民党说就已经是大概快到回党的地步了。那台北再调，那你刚刚说解散是吧？这样几乎可以到内政部解散了嘛？他绝对不会输嘛。而且我认为他会赢到，他得到58%的票。OK， 上过票没？所以大家看的是2026。新北有没有输，或台北有没有输？担心选立委的那一些人想的是郑丽文，你会不会选2028？担心选立委的那一些人想的是郑丽文，你会不会选2028？出发点是这个啊。郑丽文下不下台，你们是在看2026啊？2026是就责啊，就是说你要承担责任嘛。但问题2028要选的不是看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看你
如果万一只输一个彰化，你不下台，2028你要选，那我怎么办？不是，那你们能拿我怎么办？不是啊，所以要发动基层，彰化输了就要你下台了啊！我怎么可能还让你选2028呢？不，上公，可是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一套论述啊。好，对郑丽文人来讲，他有两岸和平的远大的愿景，他要在这个位置才能够有可能有这一趴，所以大家更担心呐、所以大家才会担心呐、所以你说你从过去看啊，如果我已经预知你要选，你又是党主席，你只要对党带来负面，2028带来负面，我跟你讲，根本不用看新北，你彰化的时候丢掉就已经有人会讲话了。彰化，我讲一句最白一点了，彰化丢掉，谢依凤不出来吐你郑丽文，我输你了。当然，不好意思，好不好？谢依凤吐郑丽文，郑丽文会下台吗？不是啊，我跟你讲，重点是有人开火，大家就跟着上。确定国民党会跟进吗？这是国民党吗？我问你啦，那你如果这些立委都认定郑丽文一定选2028的时候，你说这些立委要怎么处理郑丽文的问题？没有看傅昆萁啊？对不起，你讲的，他们难道要集体说我不选吗？我告诉你，不会看傅昆萁了，这个选不选连任是我地方是我在选，政治生命哎，我看你傅昆萁就是2026要先撞穿一次给大家看，然后才在2028的时候会来处理郑丽文。可是你这样子，2026后可能就要处理郑丽文，2026没处理，2028怎么处理啊？我不是幸灾乐祸啊，我说你有啊。不是，我绝对没有，真的觉得你有，没有，我是很严肃的，你很严肃，好，你很严肃，没有幸灾乐祸的严肃，没有幸灾乐祸，我只是感觉你要修很严肃的幸灾乐祸。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看郑丽文这件事情的时候，好，我们都认为说郑丽文对国民党来讲，明明就是会有一个撞冰山的危机。但是国民党要撞冰山这件事情呢，第一个是看国民党自己认不认同他有这个危机嘛，第二个是如果国民党也觉得自己有这个危机。他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处理郑丽文嘛？因为郑丽文是选出来的嘛。我没有看到国民党有国民党抱怨很多，我知道啊。不上有一些朋友不上节目的时候，私底下大家在讲的时候都知道啊。可是国民党整个来讲没有任何机制啊。东豪刚刚讲那个，你如果看《铁达尼号》那部电影，那你把它分几个层面。第一个，你知不知道船要撞冰山？知道，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知道船要撞冰山，有几个人能让船转向？那只有船长大副，就是能够掌舵的人，他可以。你如果只是在船上，你是个乘客，你是个拉小提琴的，你也只能最后演奏那一首，继续拉，对，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就是每一个层面不一样。好，当然对国民党、对郑丽文主席会想说，你们在讨论什么？我哪有要撞冰山啊？我就是航向一个美丽新世界，然后你们就要讲我在撞冰山。你换一个层面，好，我们是航向和平之旅啊，和平之旅 ，OK。你在船上拉小提琴吗？没有，他一定是先穿那个救生衣，先跑的路。我就小平是投篮嘛，小平是随身带个篮球，抱个篮球就捞下去。好，小平那是冰山，这水很冷。可是你换一个角度讲，各大阵营不一样嘛，你换民进党阵营，民进党阵营好，若邦。赖英德是直接下达了地方动员令，然后因为讲不是2026，显然民进党也知道2026这一局会影响到2028，对不对？所以这整个动员是一路下来，那大家讨论最多的，对民进党现在最寄予厚望的一个新北，你们希望媒体生活讲，你们有没有希望7、8月要能够让苏巧慧的民调能够翻转，能不能拿下来？刚刚大家也讲到台北对民进党来讲绝对是艰困中的艰困，因为还有时间的问题，包括沈国洋你要再拉上来，最近大家在讨论。除了讨论蒋万安，那也讨论蓝营在攻沈伯洋，就是内湖你真的懂吗？房价你知道吗？绿营在攻蒋万安，就是大家吃火锅，那对不对？怕对吧？大家吃火锅，现在就这样，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你们自己评估。没有，首先这是先帮那个郑丽文主席加油，因为他既然是和平的使者，
有没有带往这个两岸和平之旅？所以带着小平哥一起前往和平的方向。所以这个掌舵者继续加油，帮他加油，一定要加油啊！对对对，我们立委一定支持钟小平的，这就没有问题。是他有和平之旅，我们万华有个叫和平旅，我要去拜票发粽子。你可以带着郑丽文主席一同前去哈，和平的使者。好，那其实应该说每一次的选举，2026或2028，我们都知道2026就是2028一个前哨战。对，那尤其是对我们小鸡来讲。台北市是蓝营一直执政以来，执政非常久，而且在蓝营板块上面本来就是对于绿来讲是艰困选区，对，所以小平哥才可以这个很轻松在讲说蒋万安就是58%，甚至可以冲到60%之后就选总统了吗？我觉得这也太小看台北市的选民。因为其实台北市的选民其实有呛瞎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2024的这个柯文哲？2014的柯文哲，其实就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因为蓝绿板块在台北市就是大概3成到4成，我们各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中间选民其实就是左右这里的一个板块嘛，所以蒋万安真的有这么好选吗？我觉得现在是已经打上一个问号。那沈伯洋当然就是不好选，可是蒋万安现在受到的挑战是什么？一个政治人物，当他开始是负面被哭手的时候，他就会被开始放大。那时候韩国瑜本来一开始很红嘛，他开始被哭手，有很多什么膝盖走路啦，还有很多广传的影片，有没有？就是年轻人开始会注意，因为本来可能这些中间选民或年轻选民，他是没有在关心政治，他也许看到的是蒋万安的光鲜亮丽的一面，那他对政治也没有这么有感受。然后，但是当他看到网络上这么多在哭手蒋万安的读稿机，蒋万安很多的这个内容其实是没办法回答的，没有 iPad， 没有英伟达，他就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短影 Reels 的时候，会去注意那蒋万安到底做了什么。戴锡清这几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是也有帮蒋万安要去平反这一块，说那个 iPad 不是你们想象那样。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家认真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表示这个在攻击面上面来讲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是会被注意，而且慢慢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大家在看Reels，什么样会吸引你眼球？好笑的、感动的。那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锅、2个锅、3个的时候，大家开始哭手这么多，各式各样，有的是 AI 卡通啊，然后有的是各式各样的影片都有的时候，复古的影片也有的时候。年轻人会不会注意？会不会开始有些讨论？那为什么蒋万安会一直在讲火锅？那蒋万安，他们会回头去看嘛？资讯这么发达嘛？那回过头来，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基点一样，就是那蒋万安除了读稿，那还有什么？回过头来，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基点一样，就是那蒋万安除了读稿，那还有什么？那再来就有人看到，就是蒋万安在市政上回答不出来嘛，曾经当立委被电得半死嘛，因为没有其他的内容嘛，所以你说我觉得在这一次的2026来讲，苏巧慧他的情势一直往上爬，那沈伯洋开始被讨论的时候，他可能刚出场大概1个多月而已。可能还有一些长辈不知道沈伯洋叫什么名字，那但是我们现在行程排超满的，你知道我们连连假都跟沈伯洋可能要去跑行程，然后没有要去哪，我们就开始找，就是要让第一个沈伯洋他除了立法院开会之外，他剩下的时间就开始勤跑基层，我们带着他，不管是后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跑市场、跑公园，我们全部都去，全部都去。那回过头来，沈伯洋的这些论述。跟蒋万安比起来，有内容，有才。那后面跑行程，那再加上跟整个蒋万安的对比下来，我觉得这些影片开始一直被剪，被交叉比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有可能不会，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有战赢的一个机会。那你说双北赢下来，那对后面未来的2028是不是一个看好的情势？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可是现在今天要你忘记找一个来宾来了，是李艳秋，李艳秋小时候主持那个每日一词，我今天想讲的一词叫尴尬2个字。张孝全被访问说，沈伯洋剪头发剪得像张孝全，张孝全听得一脸雾水，旁边一个女星，我不认识她是谁，那个字尴尬，就是我跟你讲台北市经济选民很多，经济率、知识率、经济蓝、知识蓝，自然就是美。
硬要你知道，硬要把他捧成天王巨星，他就不是嘛。对吧？你说他可以没那么差，这个我同意。你说他可以匹敌蒋万，我不是轻敌，就是弄发型，弄什么，就像这样，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我们没有在站外表。我讲，那个小平哥，这个我老是要帮沈博阳讲一下话啦，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他们自己在捧自己是张孝全，那纯粹是沈博阳好到有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说他剪完头发的感觉，让他觉得感觉像盛夏光年的张孝全的感觉，所以那个是语出于那个主持人，而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宣传物，所以他本人并没有说他。我们看结果，他本人并没有说他张孝全，这是第一个啦。我不用当顾源，我去考证，就尴尬嘛。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OK， 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啦，在台北市的这个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战局，我觉得是中间选民的观感最后决定这个票哈是导到哪里去的。当然，蒋万安现在是有优势的，可是台北市的结构哈，你去看从这个我观察选票从连胜文到这个丁守中，然后到蒋万安，国民党的铁票结构啦，就是即便像连胜文那个时候，都可以有大概58万到60万票左右。所以蒋万安在沙卡都的时候，在面对像陈时中跟黄珊珊的时候，他也有57.7万票。所以国民党在这一边铁票结构就是58到60万票了。那台北市开出来的票数啊，那几次开出来大概是140万票左右。所以140万票呢，然后这个偏民进党的结构，其实呢，陈时中没有拿到完整的民进党的支持的选票，因为有一部分游离到了黄珊珊那边去了。所以你用35%去推估的话，民进党的这个撇盘大概是49万50万票左右。所以你把140万减掉60万，再减50万，台北市的中间选民结构大概就是那30万左右。所以这30万人的观感就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有没有很多那种哭手的影片啊，或者是沈博阳这个弄的有没有？这个跟张孝全到底像还是不像啊？就是这些你看似好像花絮，但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30万的这些中间选民观感的，就在这里面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选战这一段期间来讲，大家的重心啊，除了原来在跑基层之外，空战的这个交博火的原因其实是在这一块啦。所以刚刚前面若芳在讲的说，蒋万安在市政上的那些问题啦，什么几个哈巴啊，几个锅啊，那个其实都是希望在这30万里面能不能造成他移动。只是目前的民调看起来对蒋万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来，小平，他现在台北市的结构这样的，他大概开130万票，大概6成7的投票水准啊。国民党的铁盘35啊，民进党也有30。然后民众党大概10，那民进党投票意愿没有像蓝绿这么高啊，因为很年轻，20到29的选民嘛。那有20-30%的中间选民。我现在讲一下，蒋万安现在拿到9成的国民党，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沈博阳他的民调可以从20几到了3字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他可以开42？因为以前刚开始第一次做民调，4月的时候做那个正传媒有做民调。他大概山水做民调，大概就是还有20%是投给蒋万安民进党的支持者，可现在只剩10%，来回就差很多嘛。所以我认为最后他也会吃饱绿的票，所以他最后开个40%，我认为是合理的。OK， 那目前呢是90%的白要投蒋万安，5%要投这个沈博阳，中间选民现在是70比10几，所以我们深刻要注意的就是70这个优势，最后不可能开70，可能主要拿个50-60，这是他拿高票的一个依据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2026这一局，国民党在2022席次上可以算大胜，因为拿到了15席左右。那但是这次盘点其中，大家讲说宜兰啊、嘉义市啦或彰化会不会对国民党目前看民调不利？但有一个地方，其实大家一直长期来在讲，因为新竹这个地方，新竹县、新竹市，那高虹安竞选连任，那蓝营看起来是不会派人。但是对新竹县，大家一直在讨论竹北有没有注意，因为竹北这个地方，东豪很清楚，你在竹北，竹北这个地方，包括经济上面各方面，它都算是在全国来讲。都算是名列前茅的，对不对？因为竹科的关系啦，所有这一切，结果年代民调中心前几天做的一份民调，原来新竹县看起来郑朝方民党提郑朝方跟徐信盈大概目前在误差范围里面是，然后竹北这一仗大家也会关注，这个大概是全国唯一被就是县以下的乡镇市级会被拿出来讨论一个地方，而妙了，这句话，因为竹北现在蓝白还在讨论要不要整合啦，要不要什么这些。然后黄国昌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家来协调处理，他相信郑丽文对他做的承诺。所以东豪，那地方你们大家在热火什么？就郑丽文到底做的是什么承诺？好，
这个如果我从这个字面上，我会认为，我会怀疑郑丽文是不是承诺要把竹北市市长这个让给白银车成员，否则黄国昌讲这句话算什么？啊，不过问题来了，就是黄国昌讲这句话，我也保留啊，因为我对黄国昌讲话有一点。我有点信任感的问题。上公，你的表情是？我觉得郑丽文有没有承诺不重要，黄国昌有没有说也不重要，因为这两个到底要相信谁？不过因为两个都党主席，两个都党主席。不过，这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跟蓝白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跟蓝白都没关系？因为绿营不是，是因为那个徐庆莹跟那个吴旭之两个有共同的师父我们妙天大法师，好不好？像那个在新竹地区共同的师父很多。可是你要知道啊，因为县长跟这个县长候选人跟市长参选候选人，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师父，一个是第一代的这个民国党，不是国民党，民国党党主席。选市长的是第二代的民国党党主席，所以郑朝方跟他们两个呢，这个对打关系，我觉得有点好笑啊。这个比较像是跟妙天大法师啊在打选举，比较不像跟国民党在打选举。因为你很少看到有这种机会。当然你也不要觉得我在讲笑话哈，因为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啦，就是说禅修这件事情啊，在竹北哈。因为对很多竹科的理工男来讲，因为工作太无聊、太枯燥，虽然他也许也相对来讲高薪可是很多人都需要找心灵寄托。可是很多人都需要找心灵寄托，要平衡啊 ，OK， 否则身心会不平衡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的压力来讲，不客气的讲，还有办公室内的，就用霸凌因为为了要求那个绩效，那个不是一般的人待得住的。OK， 很多人进去了以后3个月、半年就赶快离开了。所以为什么禅修这件事情会在竹北这么重要？不要低估了这股力量。这股力量是超越国民党的。那也一直活跃在大新竹县市。所以民进党这次到底是在跟国民党打仗，还是在跟这个妙天大法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OK， 在未来来看的话，新竹可能也会慢慢浮现大家对他的重视，在这场选战到底要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那另外对国人来讲，其实那时候从军购的时候一路谈到现在。不管怎么说，那每一个国家，你说自我防卫的一些，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最近大家都在关心说，我们各位还记得我们有新购 F-16，包括加强 CD 啦，所有这些，然后是66架吧，那个时候，上下，我们的新机大概在9月左右应该要回来。回来的过程，那个接机的过程是备受瞩目，因为我印象中我看了一篇报道，我们那时候97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对，第一次回来。空中加油加了19次，对啊，空中加油19次嘛，因为就是川普讲的嘛，16000公里，16000公里的陷阱嘛，对不对？而且过去的时候，美国要考虑台湾，不能让台湾变成是攻击性武器，所以是防御性武器，所以那个油箱也不会给你太多，所以飞行半径就会受限。但是另外一个呢，也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嘛，因为 F-16。我们的飞行员训练的也很好，杜克机器训练得很好嘛，所以空中加油。但是空中加油就给你加了19次，但是后来呢，刚是台海紧张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 F-16呢，那一次是什么？毒蝎计划。毒蝎计划是什么？因为你看中国现在也是啊，嘉山基地就把你封住，让我们的战机要转移，所以那时候有个想法是直接转移到关岛，然后。等到再从关岛那边把 AM-120上去，所以我们很多 AM-120买的是封在关岛，再回来就叫蝎子摆尾毒蝎计划。所以那一次也让 F-16试了一次。可是这一次呢，美国觉得台海局势，尤其有国民党郑丽文，美国真的很担心。所以呢，为了保护台海、保护台积电，所以呢，这一次给我们的 F-16CP， 它改了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一些机电系统、光电系统都改了，战斗系统。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这一次呢，上面
他把他美军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机翼里面装了很多油，油箱是放在机翼里面，可是机翼里面油就会很重，如果你还在下面再挂载，那个整个机翼整个应力、受力、速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次美国的新的飞机呢，在上面叫做4型油箱，在机背上帮你加了一个油箱，装了一个油。然后当然机翼这边还是一样，不然就把机翼的负载给减少一点嘛。然后下面呢，它有载弹架，那payload里面呢，这一次呢也给你加了2个副油箱，机腹上本来也是可以装飞弹，也可以装什么侦测器的，也给你加油箱。它这一次要给你飞回来，目前这已经到达美国西岸，就是9月多直接给你飞回来。而这一次呢，它至少还是要空中加油，但是大概只要加15次就好。因为它这一次就让你整个航程4100公里，那4100公里是代表，如果是这样子，我们 F-16载2颗炸弹，真的要过去的时候，飞到北京再飞回来刚好，所以代表着我们的一个攻击战斗的能力，其实已经是开始跨越，不是以前自我受限。当然了，没有可能让一架飞机飞越了2000多公里之后，因为它载这么多油箱，你没炸弹了啦，所以其实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源头打击，台湾的源头打击，除了海马式，因为可能接下来可能冬天的时候会做一个海马式更长远的一个射程，我们的战机，我们的 F-16是有可能在你整个面临台湾海峡、中国的福建、广东的6个基地 ，F-16不是只在台海中作战，它有能力作战半径扩大。然后当然了，另外一个呢，让我们 F-16V 呢。它也一样给你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一样的是所谓的4型油箱，所以给你做更大的组织。然后另外一个美国在做一个部署，就是日本告诉你说他们的加贺号终于甲板改组完成，可以停靠 F-35B，日本有 F-35A，日本没有 F-35B，为什么可以停靠 F-35B？美国的航空母舰上面 F-35B。出来作战，那在战争完毕之后，他要像以前像中途岛号或什么样，他飞半天回去找他的原来的航空母舰嘛？当然不会，不会啊。日本就已经在参战中，日本就在旁边，你可以到日本的加贺号进行起降和加油。日本就已经在参战中，日本就在旁边，你可以到日本的加贺号进行起降和加油。OK， 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那当然这些刚刚讲到，特别是不是除了你说强化第一岛链，然后或是对于我们自己的防卫系统是不是能够再强化，那跟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到目前为止。动辄就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啦、全球的股市啦，那些就是美国跟伊朗到底那个和平协议签了没有？就是只要有一天蹦出来跟你说签了，那个股市就往上，然后跟你讲，然后伊朗又出来跟你说谁跟你签了没有？啪啦啪啦再往下，就是大家都每天在搞着。最近上空来最后2分钟，麻烦问一下，签了没有？说初步协议签了，说14点和平协议。记不记得前几天那个媒体上出来，大家都搞不清楚，说那个和平协议内容是谁打赢了，谁打输了，然后说美国跟盟友还有什么3000亿美金，我把你打败了，我还付钱给你，对我还给你3000亿美金。川普特别为了这个还跳出来讲说，没有，那都是民主党放的谣言，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个样？现在到底和平协议14点是什么？没有啦。签的叫备忘录嘛，然后60天，预计60天内完成最终协议嘛。最终协议里面，其实你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谁打赢了啦。第一个就是真的不知道啊。第一个，美国要解除，美国必须解除海上封锁。对，美国跟区域必须要停止对伊朗制裁甚至于要去跟那个联合国什么要去沟通停止制裁，3000亿的美元的基金，然后呢承认荷姆兹海峡的主权归于伊朗，所以60天免费通航，后面可以跟船只收钱，伊朗。然后维持现在的伊朗核计划，进行现在高浓缩的铀原料进行处理，然后未明确，然后核子的问题后续要再继续深谈。
问号，不知道谈成什么样子。那你听完了以后，美国赢了吗？美国赢了吗？然后伊朗也跟你说，对不起，荷姆兹海峡的恢复状况不会恢复像战时前，不会像以前。对，现在要收费啦，要归他管辖啦，什么？美国都同意，那我不晓得谁打赢了。我不知道谁打赢了，然后美国说好，现在我海上接赢了，我海上封锁解除，那真的搞不清楚谁赢了。上官刚刚讲的好，大家看了那个都一头雾水，但是清皇刚刚讲了一句话，清皇重点不是在谁，是不打了，重点是不打了，是不打了，所以所有在看竞技的人就是看不打了，包括你们讲签什么协议啊，签什么那一点都不重要，重点就是不打了，不打了，然后不要再干扰快乐，不要再干扰市场了因为对市场来讲，之前本来都一直预期说会降息的。降息会让股市会变好，结果因为打下去因为石油价格涨上来的关系，让物价开始涨，所以呢，联准会这个目前倾向搞不好一不小心就要升息了再降下去还得了？对啊，最近油价好不容易终于回落了呢，所以大家还是期望说有没有机会有降息的可能，所以呢，真正的关键字是不打了协议还有伊朗的油。原本被封锁管制，现在也可以卖，可以卖的，可以卖，什么都可以，伊朗什么都可以了，真的不懂谁打赢。对，少峰刚刚讲，你如果再回头，大家有兴趣的话，你把那个10日点协议仔细看一下。对，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谁打赢了这一仗？那所谓何来？那为什么又要打这一仗？然后到最后结果如果是这样，好，原来终于懂了。反正不管你们过程，不管当初的原因，现在不要打了。清皇说的，不要再干扰市场了，不要再让大家莫名其妙。今天一觉起来看到那个是绿的，一觉起来看到它又变红的，这什么原因？因为又要打又要不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希望世界上就照这个样，大家不需要再打成这个样子了，好吗？那就让所有的市场归于平静。可是对国人来讲的话，好，那这场选战在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2026、2028的联动性又会是如何？那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以后回来，接下来在这个礼拜21号。那韩国院长要到美国去访问，那美方会给什么样一些的规格？会被拿来做什么样一些的比较？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